朋友们，你知道口业带给你的影响有多大吗？在生活中，我们经常能听见造口业这个说法。那口业究竟是什么呢？其实所谓的口业呢，就是说我们日常的说话当中呢，不知不觉就产生了很多的因果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粒种子，就等着机缘的浇灌，然后开花结果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每一句话呢，都可能在未来会成为束缚你，让你生命状态不停下坠的因，也可能会成为成就你，让你一飞冲天的因缘。正是因为这种语言的力量这么强大，所以佛家呢有一个词叫做执语，因为在没有觉知下的每一句话，都是我执，都是我在刷存在感，也是不易被觉察到的习性。不停地跟别人讲道理，争对错，说八卦，是是非非，不都是我想要，我觉得，我认为吗？这些不都是在以假当真的执着吗？到头来又会得到什么呢？无中生有，无事生非，节外生枝，怨恨恼怒烦。所以真正觉悟的人一定会止语。什么是止语？很多人以为止语就是闭嘴不说话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你就彻底明白了。首先，止语这个词呢，佛家有2部经典呢都有它的出现，一部呢是《无量寿经》，一部呢是《阿含经》。不过在这2部经里面，你都没有明确的用止语这个词。比如说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说的是善护口业，善护身业，善护意业。然后在《阿含经》里面也是清净身口意，他们把身口意叫做3业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内在的业力系统。同时身口意也是注入系统的编程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业力就是通过身口意这个系统被注入进来的。所以止语是什么呢？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一般在说出一些话语之前，比这个语言更先出现的是什么？例如我们在说出我爱你之前，这个我爱你存不存在？肯定存在，对吧？因为如果说我爱你只有从嘴里说出来的才存在的话，那一个聋哑人就不能爱人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的嘴巴其实就是一个发出声音的工具，就像显示屏，显示屏里面能不能显示内容，是要靠背后主机的运作。也就是说，口其实不是口，口实际上是心的工具。心在口上的时候，它表达出来的就是语言；心在耳上的时候，它表达出来的就是倾听；心在舌上的时候，它表达的时候就是味道；心在身上的时候，它表达出来的就是触感；心在眼睛上的时候，它表达出来的就是看见；心在头脑的时候，它表达出来的就是想。这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所以止语就是止心。那心有什么样的特点？心是硬还是软？心是长还是短？心是宽还是窄？心是大还是小？心是黑还是白？都不是，因为心是万法根源，所以它什么都不是，但同时也什么都是。就好比电，电是什么？是空调吗？是冰箱吗？是灯泡吗？都不是，但空调、冰箱、灯泡都是它的作用。所以心具备万物万法的功能，它能生万法，但万法哪一个都不能代表它。所以心用不用止，或者说心能不能止得住？心不用止也止不住，该发挥作用的时候谁都拦不住。所以我们这个止心指的是什么？指的不是那颗真心，而是妄心。其实止语更深层次的表达呢，就是观心。我们的妄心产生妄念的时候，80%乃至更多是通过嘴出去的。你看，在生活中很多人天天都在骂人，
但是他不会天天打人，对吧？所以让自己止语。这个止语不是不说话，而是在语言这个通道呢去观察，去觉察到自己心中的那个妄心。比如说我想骂人，我想表达，我想说什么。这个时候你如果看到你的嘴，其实就是看到你的心。口乃心之门户，看到我们的语言，看到我们的嘴，就是看到我们的心。所以在语言这个点上很容易关心。我想说，我想表达，我想建议，我想说他2句。我觉得这个社会怎么了？我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了？我觉得国家怎么了？我觉得人类怎么了？我觉得这个行业怎么了？我觉得那个怎么了？当你觉得怎么了的时候，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妄心在造作。所以总结下来，语言是心之门，止语其实就是指我们的妄心。禅宗的闭口禅说的也是这个。我们凡夫烦恼习气很重，遇到不称心如意的事情就会发牢骚，看人不顺眼就想去纠正人、批评人。比如看见有人说话太大声，就想去制止他；见人关门动作粗鲁，发出巨大的声响，就想去纠正他。止语就可以避免这些过失，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慢慢就会做到不见他人过，只见自己过，逐渐就会懂得境缘无好丑，好丑在人心，心渐渐就不再被外境所转了。所以闭口禅和止语有助于我们增长菩提心，这就是古者言之不出，耻攻之不殆也。用大白话来讲呢，就是说真正的圣贤其实不太随便说话，因为他知道有时候语言会给他带来很大的祸根。愚者指点江山，智者看破不说破。愚者说话是我想要说，智者说话是随缘应对，随心而为。愚者在乎的是对错，而智者定在心。综上所述，止语不是不说话，而是保持觉察，避免我执，是以出世的心态入世的活，接纳一切发生，允许一切如其所是的存在，不说废话，不说闲话，只会随缘说出智慧，说出爱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那我们在生活中该如何进行止语的练习呢？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观语言的练习吗？这就是我们平时训练止语最有效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练习在每次即将开口说话之前，先去主动地止住1秒。那给自己留出这1秒钟的时间要干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迅速地把意识带入到我们即将要说出口的话语之上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我们要在这1秒钟内抓紧做一件事，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的内在调动起来，然后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即将要说出口的话语上。当你把全部注意力的焦点都集中在你即将要说出口的话语上时，这时候你自然就会觉察到这些暂未说出口的话，它们是来自于哪里了？是来自于你内在的良知，来自于你生命自然而然的流露，还是来自于你内在的习性？如果是前者的话，你就让它继续自然的流露和表达；如果是后者呢，那么你就主动的选择止住不说。你可以把你即将要说出口的话换成笑而不语。这时候，一定会有人想问了，如何才能区分这些话是我自然而然的生命呈现，还是我妄心的妄动呢？很简单，当你把注意力真正的集中在此处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清楚地看见，在你话语中的那些二元对立的头脑评判。什么是二元对立呢？一般来说，当你轻而易举的就能找到它的一个反义词时，它就是二元对立的。同时，你还会看见，在这些二元对立的评判背后，
是一个我在进行着强烈的诉求。没错，这个我的诉求一定会暴露在你的觉知之下。然而，如果你的话是自然而然的流露，是来自于你的良知，那么它们就是无所住的，是没有这个我的所求的。相信我，只要你把觉察和意识带入到了这些话语当中，你就一定会发现这一切。你甚至还会发现，在你的观察之下，有一些你本来马上要迫切说出口的话，却自然而然地说不出口。此时你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不说。这就是把意识带入语言以后发生的变化。如果你可以去坚持完成这个练习，持续让自己对自己的语言保有觉知，你或许会发现，在这段时间内，你所说的话比平时至少要减少了1半以上，甚至更多。但是你的内心却会比以往平静、愉悦、自在得多。当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后，你就可以去尝试着把这个新的有意识的说话的习惯，更多的去融入到你平时的生活里了。这就是最简单的止语练习。当然，大家还需要记住一点，那就是止语不是目的，它只是一个方法，一个工具。真正重要的是觉知。通过止语这个方法，在止语的当下提起关照，是帮助我们看到内在习性的一个方法，而不是目标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